中共政治局刚宣布四中全会将于10月召开后，北戴河密会疑似已经召开，一场围绕习近平去留的高层博弈在会上展开。海外媒体接连爆出内幕，胡锦涛、温家宝等元老疑似联手组建特别行动小组，监督习近平权力交接。而一份最新流出的9常委名单显示，习将退位总书记，临时政府过渡缓冲。以上爆料虽未得到官方证实，但还是引发外界关注。您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邵峰。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官宣中共四中全会将在今年10月召开。关于北戴河会议，目前流传2种说法，一是会议将于8月召开，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会议已提前举行，并且已有部分内幕外泄。海外自媒体人士、小说家认为，中共四中全会召开时间已定，显示北戴河会议上的人事博弈已有定论，甚至传出汪洋与胡春华接班的说法。他认为，中共政治局的新闻稿使用了障眼法，刻意不提人事议题，是为避免政局震荡。小说家爆料，北戴河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会议期间多位元老，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等人，针对习近平的权力集中表达了强烈不满。胡锦涛更首度提出关键意见，若习近平拒绝交权，应启动党内危机处置机制，由掌握军权且具红色正统血统的成员组成特别行动小组，以确保权力顺利交接。温家宝则指出，习近平长期打破党内规矩，包括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培植个人崇拜、肆意提拔亲信，并在中共20大篡改政治局名单，已构成违宪与违纪的双重事实。李瑞环罕见发声表示，不能让一个人的错误错到底，这已不是他退不退的问题，而是党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据悉，胡锦涛、温家宝和李瑞环3元老联合了大多数退休元老，在会议上一致通过，组建一个由军中实权人物与红二代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专职监督习近平的权力交接。授权此行动小组，一旦习近平反扑或延迟交权，可启动5项非常规手段应对和处理。一、限制习近平行动自由，由张又侠、刘源主导，全面接管习近平的安全维护和行踪，控制习的人身自由。2、切断习近平的命令链条和对外通讯，在限制自由后，继续切断习近平与外界的联系，确保他无法再下达指令或调动力量。3、军方接管媒体，掌握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机构，通过官媒宣布总书记交接事宜。4、迅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组织考量为名，定性习近平因身体原因请辞，完成程序合法化。5、平息潜在的政治反扑，包括对李强、蔡奇等习派嫡系核心人马展开纪律审查和人身隔离，防止习近平利用嫡系亲信组织反扑。小说家认为，习近平是否玩花招搞反扑尚未可知，但有了张又侠和刘源的军方支持，即便习近平试图反扑，特别行动小组都将确保权力交接顺利完成。尽管这些消息尚无法独立证实，但从近日政治局会议与官方措辞的微妙变化来看，中共高层的内部动向正被外界密切关注。在7月30号中共政治局会议公告四中全会会期和议程后，关于北戴河会议高层人事变动，官媒宣传动态都成了超级敏感信息，备受关注。就此时，一个政治局9常委最新版本在坊间流出。海外视频人蔡胜坤7月30号披露了来自国内的爆料，最新的中共政治局9常委名单和对应职位。习近平卸任总书记，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丁薛祥出任中共总书记，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任中共中央军委第1副主席，进入常委。陈吉宁出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改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蔡奇接任中共政协主席。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尹力
接替蔡奇出任中共中央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办主任。现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接任常务副总理，而原有常委中的王沪宁、李希已不见踪影，传为出局。蔡胜坤分析，这份名单若属实，极可能是一个临时政府式的过渡安排，旨在为习近平退位提供缓冲。他强调，目前无法确认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习近平还挂名军委主席，但军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到了张又侠手上。海外时评人张天亮分析指出，从7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通告的措辞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这显示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是习近平来掌舵，什么稳中求进，这都是习近平的调子。他分析说，党内要换掉习近平的主要原因是他把经济搞糟了，而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还要以习思想为指导，这说明目前习近平还没有被实质性边缘化，至少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习近平是不会全面退位的，因此其他职务也不太可能松动。不过，海外时评人士唐晋远分析指出，此次中共政治局会议的通稿篇幅异常，共有14个段落，但是没有说明中共四中全会的具体日期，显得刻意保留空间。这是通稿一个关键点，就是四中全会具体日期和中美贸易休战期的交集。虽然公布四中全会10月召开的具体日期却不予公布，而美中第3轮贸易谈判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同意贸易战继续休战，可能是90天。那么从现在开始到今年10月下旬，刚好是90天。如果中共在四中全会上真的兑现权力交接、习近平下台的传闻，到那时与美国签订贸易协议的人就不一样了。那么通告所刻意预留的日期空间还是一个巧合吗？此外，唐晋远还对2019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和7月30号政治局会议做了比较，指出中共第19届四中全会通稿风格高度习式，而此次却低调务实，谈经济调整、民生政策等，是很典型的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的风格。这可能反映当前高层风格转变，也暗示人事军方安排已定，包括涉及苗华案。苗华作为中共军委委员，一旦对他撤职，定性处理也应在四中全会正式宣布，但至今未动，原因在于有爆料说苗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如果习近平失势，那苗华反的可能正是新掌权者，中共还是要权衡效果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治局会议通稿还有一个重大变化，罕见提及多位中共前任党魁的意识形态，从马列到毛泽东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3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打破了中共多年来只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口径。对此，海外时评人士李大宇指出，党媒的表述方式颇为耐人寻味。过去一段时间，官方宣传很少完整列出习近平之前的中共党魁的思想，仅仅突出习思想的地位，而这次罕见地重提前几任党魁的治国理念，特别是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引发外界关注。他指出，除胡锦涛外，其余几位领导人多已离世，仅胡锦涛尚在。尽管近来多次传出他健康亮红灯，却未获官方证实。如今党媒罕见地再度强调胡时期的治国理念，甚至将其置于习思想之前，这可能是一种对习派的无形压制，也释放出高层意欲重回集体领导制、削弱个人集权的明确信号。然而，无论习近平是否交权、何时下台，也无论后习时代是否恢复集体领导制和改革开放，中共还是始终把给共产党续命当作他的政治使命，这才是致命的。不过，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设想已经开始摆在了桌面。
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说，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是一个趋势。他指出，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境，其原因并不单单是某项经济政策问题，这是和中国模式的制度困境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党专制垄断政治权力和这个政治框架下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一种制度困境。中国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习近平的执政加剧了它的不可持续。中国未来要走向有希望的前景，就必须要走出共产党制度，就是走向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